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唐三对战深海魔晶王。唐三在成功逃脱千仞雪神级追杀后，回到大海中，第一件事就是去猎杀大海中的霸主100万年级别的魂兽深海魔晶王，让他成为昊天锤武魂的最后一个魂环，完成自己的第8考。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其他几人以及魔魂大白鲨小白和他的族人们一起前往深海魔晶王的地盘。在见到小白之前，唐三几人只以为深海魔晶王是很强的10万年魂兽，但小白却告诉他们，深海魔晶王到底存在了多少年，没有任何海魂兽知道。小白说，深海魔晶王真实的实力大概和人类神级的力量差不了多少。他的话让唐三非常重视，不过唐三很清楚，深海魔晶王并不是神，但既然连波塞西都没有把握能够战胜他，那么深海魔晶王的实力绝对是在99级巅峰斗罗之上。而深海魔晶王是海魂兽，他对大海的控制也在波塞西之上。为了这次战斗，唐三在赶往深海魔晶王海域的路上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奥斯卡更是在3天内不间断地制作出各种香肠备用。因为之前海神降临帮唐三逃过千仞雪的追杀，导致海神3叉戟的海神之心破碎，如何恢复它，唐三也不知道。再加上深海魔晶王深不可测的实力，这一战对唐三来说是未知的。他们到了深海魔晶王的海域之后，唐三和他的小伙伴们都释放出了各自的武魂。随后唐三腾空而起，保持在距离海面500米左右的空中，这个位置是对他最有利的攻击所在。他一声长啸，随后凝聚出蓝银皇帝武魂技蓝银霸皇枪。远在海域外围的宁荣荣跳到了魔魂大白鲨之王的小白身上，随时准备对唐三进行增幅。戴沐白和朱竹清也在一旁释放着武魂，保护着宁荣荣。马红俊飞到了唐三的正上方100米之处，随时准备对唐三进行增援。突然一道直径5米的蓝色光柱破海而出，来到了唐三的身下。面对攻击，唐三直接将握在左手中的海神3叉戟迎向了下方的攻击。虽然海神3叉戟失去了海神之心，但它毕竟是海神的神器，大量的蓝光瞬间化为海水四散，只有少量的能量碰撞上海神3叉戟。唐三破掉这一击，随后蓝银霸皇枪爆发，化为一道金色的流光没入海中。蓝银霸皇枪的攻击让深海魔晶王的身躯终于浮出水面，但唐三10万年魂技的攻击对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深海魔晶王仅凭自己坚韧的表皮就扛住了这一击。魔晶王认出了唐三是海神的传承人，对于唐三的攻击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唐三魂力只有96级，而唐三的身体最多也就只有40%转化成了神级程度，但他自己的身体已经有99%都进入了神级。他很期待将唐三吞噬掉，把最后的1%补上，成就史无前例的妖神。深海魔晶王发动攻击，将自己躯体的尾部朝唐三和胖子甩去。唐三用海神3叉戟正面迎上，并挡住了深海魔晶王的攻击。这一击打完，唐三又开始说话了，他用话炸深海魔晶王，得知他是一头100万年魂兽，差最后一步就能进入神级。在深海魔晶王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唐三突然使出天青牛蟒魂骨技能天青寂灭雷霆，以及第9魂技蓝银天青龙之魂。唐三在发动技能之前吃下了坚挺金苍蝇，并且还有远处融融的增幅。他的这一击在经过各种增幅之后达到了神级。深海魔晶王用巨大的经纬发出全力一击，抽在攻击他的青龙身上。唐三化成的青龙外层被击散，但注入了海神之光的海神3叉戟却破开了深海魔晶王坚韧的表皮，刺进了他的尾巴。同时唐三达到了神级的八蛛矛也刺入了他的体内，发挥出了恐怖的吞噬作用和强大的毒素。唐三牢牢地贴在了深海魔晶王的尾部，不管他怎么甩也甩不掉。神级八蛛矛的吞噬能力不仅强，还会自动将能量净化。没多久，唐三先前发动技能时的消耗就全部补齐，并且还在不断的提升中。八蛛矛吞噬的不仅是深海魔晶王的能量，还有他的生命力。唐三紧贴在他的身上，利用八蛛矛的起落缓慢地向上攀爬。海神3叉戟锋利的主刃切割着深海魔晶王的皮肤，并且唐三还将存货不多的冰火两仪眼的泉水倒入他的伤口之中。在唐三的攻击之下，深海魔晶王十分痛苦，但却苦于自身躯体太过庞大，无法攻击到唐三。没有办法的深海魔晶王瞬间爆发出庞大的能量，想要变身成人。魔晶王的行动正好就是唐三设计好的。当初在海神岛，小白就说过，海魂兽幻化成人形之后，身体的优势就没了，整体实力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只要深海魔晶王幻化成人形，对唐三来说就会比较好对付。在他幻化成人形时，唐三也及时的从他身上撤退了下来。深海魔晶王的人形是一名高3米、披着深蓝色头发、脸色古朴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由胸铠、肩铠、腹铠、战裙以及4只铠甲组成的深紫色全身一体的铠甲。深海魔晶王将化为人形后无法凝固入
体的能量压缩成铠甲，可以说他的人形和魂兽形态能量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不过对唐三来说，他的这身铠甲虽然强悍，但他能够借助的力量更多的也是借助水，雷属性只是他的附加属性。而对身为海神继承人的唐三来说，最不怕的就是水，更何况唐三的精神力远在深海魔晶王之上。两人在空中对峙着，渐渐的深海魔晶王的气势开始慢慢下降。随后深海魔晶王主动出击，成千上万颗紫色光球朝着唐三砸去，3分水7分雷，每一颗紫色光球都是由这2种能量融合而成，一旦发生碰撞，就会大范围的爆发出不可闪躲的攻击。面对深海魔晶王的这一手，唐三直接施展出一记无定风波。这次的无定风波能量出自昊天锤，同时杀神领域释放，海神三叉戟幻化出的光环不仅切断了深海魔晶王与雷珠的精神联系，还悄无声息的让所有在血色光环中的雷珠消失了。在宁荣荣9宝真身的增幅下，唐三魂力的消耗减半，再加上奥斯卡的香肠以及八周毛吞噬深海魔晶王得到的能量，此时的唐三处于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唐三向深海魔晶王冲了过去，魔晶王也发动了魔晶领域的衍生技能，效果类似蓝银虎击魔之射，一旦命中就会陷入短暂的眩晕状态。面对魔晶王的这一击，唐三直接使出炸环，炸环不仅瞬间化解了这个限制性技能，还将凝聚的能量爆发出强横的攻击力冲向魔晶王。唐三在各种增幅下以及炸环情况下爆发出的力量，让他的攻击达到了99级绝世斗罗最鼎盛的攻击强度。魔晶王也在这一击中被唐三一锤砸得撞入海面，接着唐三将昊天锤的第一魂环炸开，直接当头砸向了刚刚稳定住身形的深海魔晶王。唐三表现出来的实力让深海魔晶王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魔晶王张开嘴发出一声嘹亮的长吟声，伴随着声音出现的还有他的丹气，白色丹气在空中凝聚成一团，迎上了唐三的昊天锤，丹气被唐三硬生生的砸散了。魔晶王在这一击之下又受了伤，但唐三炸环的攻击也没能继续下去。愤怒的魔晶王准备用身体直接和唐三拼搏，他身体所化的紫色光球在飞向唐三时与他本体脱离，化为2柄巨大的紫色战锤。唐三吃下一颗坚挺金苍蝇之后，直接左手锤右手三叉戟迎了上去。在两人即将碰撞上的时候，唐三的身体一闪来到了魔晶王的侧面，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也到了他腰部的位置。但面对唐三的攻击，魔晶王却并没有闪躲，而是将手中那对深紫色的锤子朝着唐三当头砸下。魔晶王想要以伤换命，但唐三却不敢让自己被锤子砸中，他在空中暴退，脚踏鬼影迷踪闪开了魔晶王这一击。魔晶王的2柄锤子在空中挥舞起来，将唐三逼得节节后退。在唐三的不断后退中，魔晶王挥出的每一锤都在编织着一张无形的大网。就在大网即将完善之际，唐三却突然消失了。唐三的消失让魔晶王一愣，攻击动作也不得不迟滞了一下。其实唐三的精神力一直仔细地侦察着周围，早就可以逃脱攻击范围的他故意迷惑魔晶王，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魔晶王大幅度地消耗自身能量。随后唐三利用魔晶王愣住的空档，释放蓝银皇武魂，借助蓝银皇的拉扯瞬间加速，回到了早已等在一旁的胖子身边。看着唐三再次逃脱自己的攻击，魔晶王很生气，他将左手中的锤子飞出去直奔唐三，同时锁定小白背上的宁荣荣，将右手中的锤子也飞了出去。深海魔晶王看出了宁荣荣对唐三的增幅有多重要，所以只要他能将宁荣荣杀了，再杀唐三就会容易很多。面对魔晶王的锤子，唐三一记无定风波将锤子直接转入空中，同时还切断了他与深海魔晶王之间的联系。而旁边的胖子在唐三的示意下，将自己的凤凰火焰疯狂地涌入八蛛毛之中。八蛛毛以神级的能力暂时将这部分凤凰火焰封印在毛峰之中。魔晶王另一柄向宁荣荣攻击的锤子也被吃下坚挺金苍蝇的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拦了下来。胖子离开后，唐三也开始发动攻击。深海魔晶王一连发出2击，此时的他还在喘息的时候，一次性炸开6个魂环的唐三来到了他的身边。此时的唐三背后隐隐浮现出了一个暗红色的身影，唐三背后的虚影让深海魔晶王感到十分害怕。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想要逃走的想法。这个时候的唐三已经达到了神级的程度，宁荣荣给他的增幅也都被反弹了回来，毕竟神级强者是无法被人类辅助系魂师所增幅的。魔晶王在唐三精神力的笼罩下无法逃走，但他毕竟存活了100万年之久，不会在那等死。他将自己胸口处的宝石能量爆开，这个能量是他100万年的底蕴，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让他达到神级的程度。魔晶王身上的铠甲也爆开，将自己被压制的气息与唐三的气息对抗着，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发动攻击。唐三向前冲的那一瞬间，与自己身后的虚影就像是融合在了一起。昊天锤砸下的时候，背后的虚影浮现出一个圆形的复杂魔纹，而魔晶王背后也浮现出了
巨大的魔晶虚影，他将自身全部的能量倾注在这一击之中，迎上了昊天锤。光芒碰撞的瞬间，整个空间仿佛都剧烈的扭曲了起来。他们分开之后，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因为魂环全部破碎消失了，鲜血从他的七窍中流出，脸色十分苍白。魔晶王身上的紫色铠甲也消失了，口鼻出血，身体不断的颤抖着。在身体损伤程度上，9成9达到神级状态的他，比唐三受的伤要轻不少。但山海魔晶王的内心已经对唐三充满了恐惧，百万年来，这种恐惧之前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面对当年的海神。如今的他面对如此虚弱的唐三，心中想的只有逃走。唐三如今的身体状况比上次炸完2大武魂全部魂环的情况还要糟。他吃了一根水晶毛虫肠之后，就向山海魔晶王冲了上去。魔晶王见状扭头就跑，唐三直接一记紫极魔瞳直奔山海魔晶王的头部。生死关头，魔晶王回身，口中低吼，发出一连串紫色的圆形波纹，紫色圆形挡不住唐三的紫极魔瞳，魔晶王只能拼命的将精神力向外输出，抵挡紫极神光的攻击。此时的唐三整个人身体剧烈的旋转起来，七窍中喷出的鲜血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他的身体周围多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光芒，紫极神光击中了魔晶王的头部，半空中的山海魔晶王陷入了眩晕之中。唐三旋转的身体停下来的瞬间，一串9道红光同时从他手中甩了出去，先前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那一层红色也随之消失了。抛出这9道红光之后，唐三也无法再支撑自己的身体在空中继续飞行。胖子及时的赶过来接住了他，然后快速后退。9道红色的光芒毫无悬念的全部命中在山海魔晶王心脏的部位，每一道红芒落在魔晶王的身上，并不是穿透，而是爆炸。接连9次的爆炸让魔晶王恢复了神智，但此时的他心脏、内脏几乎被完全炸碎。漂浮在半空之中的他注视着唐三，眼中充满了不甘，但最后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海神继承人的唐三手中，成为了唐三昊天锤的第9魂环。山海魔晶王虽然死了，但他为唐三带来的好处却非常非常多，为唐三成功继承海神之位也做了不少的贡献。山海魔晶王身上隐藏的好处以及他的贡献，豆豆就先卖个关子，放在下一期视频讲给大家听。好了，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